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这次我们来聊聊 AI 的最前沿知识，也是当前一线团队正如火如荼研究的 AI 的外挂记忆系统。那什么是外挂的记忆系统？想象你是一名律师，需要撰写一份辩护文书。那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你掌握了辩护状的结构，是包括了开头、案情、观点、结尾这样的一些通用的知识。这一部分它就是大模型的网络记忆。在跟客户的交流中，你逐步了解了客户的诉求、事情的背景、需要起诉的具体细节，这个就像大模型的上下文窗口。接下来你还需要查询过往几年的法院的判例、最新的法条、相似的案件的处理逻辑，从而去撰写出这份辩护文书。但这些要查询的内容太多太杂，更新太快，根本没有办法全部记在脑海里。那怎么办呢？你会把它存到外部的存储媒介中，比如说图书馆的档案呢、电脑的硬盘呢，在搜索引擎中去查法典的大部头啊。等用到的时候，你再把它拿出来去查。大模型也是一样，大模型的上下文窗口就像一张小纸条，能临时指引模型的行为，但这个小纸条再大也装不下所有的资料，所以需要一个外挂的记忆系统。就像人类需要笔记和图书馆，把短期内记不住、装不下的内容结构化的保存在外部，等需要的时候再按需把它取回来。外挂系统的核心思想就是将信息结构化存储，等用的时候再按需调用。这就使得大模型仿佛具备了一种无限存储、按需调用，真正有了长期记忆的能力。可能小伙伴就会有问题了，这种存储方式它存的是知识还是记忆呢？图书馆里难道能存下记忆吗？图书馆不行，但是想想你写的日记，这到底是属于知识还是记忆呢？日记本中你记下了你当天的心情，你那时候发生的事情，10年前你到底做了什么？它属于知识还是记忆呢？在外挂系统中，我们既可以存放知识，也可以存放记忆，它们同属于信息片段，只是附带的属性和使用方式不同，在技术处理上会有一些差异。知识我们一般会强调它的客观性和普适性，独立于具体的时间、主体或者场景。例如某条法典的条文1+1=2，水在100摄氏度沸腾，这个我们称之为知识。那记忆呢？我们会更强调主体性和情境性，带有是谁、何时何地的属性，更私人化、动态化。例如张三在2023年5月的时候投诉过交期问题，某团队在去年8月的会议纪要。所以可以说，记忆它等于知识加时间、场景、主体属性，这就会导致记忆需要比知识更多的处理，加上一些时间、主体、权限、合规等。外挂记忆的真正价值，不仅是保存客观的知识，更能保留 AI 与用户共同的交流历史，让 AI 变得有过去，从而更像一个真正的智能伙伴。所以我们可以说，外挂的这一个系统，它是一个记忆系统。要实现这样的外挂记忆系统，有4个关键环节。第一个是结构化存储，第二个是判断要找什么信息，第三是快速精准的找到，第四是精准的把它注入到上下文窗口中。那第一个环节结构化存储，选择并整理要记住的信息。记忆的第一步不是检索，而是选择我要记住什么，怎么去记。AI 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都记录下来，否则系统很快会变成信息的垃圾场。就像人类的记忆一样，首先是要记住哪些内容，不是把日常的所有信息都原子化的原封不动记住。大模型也需要在注意阶段先做判断，哪些内容值得长期保存，哪些只是临时的参考，过段时间就清除掉，哪些反而应该被长期的记住。选择要存储的这个信息呢，就决定了记忆的入口。在信息写入前， AI 需要先回答4个问题：它是否需要？它与任务、目标和用户长期的这个需求相关吗？它是否持久？这是长期有效的知识，还只是一个短期的状态？它是否独特？它补充的新信息，还是原来的信息就已经有了，不需要再记住它？是否安全？这部分信息涉不涉及到隐私、商业机密、敏感内容？要不要做特别的处理呢？只有通过筛选、过滤、去重后的信息，才会被写入长期的存储。这一个选择要存储的信息这一步相当于记忆的守门人，决定了系统是否能在未来快速准确的回忆起某条信息。在选择好要存什么之后，接下来就是存储结构，让记忆能更有效、更有次序。这个其实就像我们想记下来内容的时候，往往需要在文档里面去做整理，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去贴便签。那这个整理过程实质上就是决定怎么来存储。文档、网页、聊天记录、法规条文都需要被切分成合理的、出力度的片段，每个片段都需要附带标签，这个标签中需要标注起来源、时间、分类、适用的范围。版本更新的时候要进行归档，过时的信息要进行标记，避免旧的这个资料来误导。此外，还应该分冷热数据处理，高频近期的内容放入热层，便于快速的调用；历史性低频的内容放入冷层，进行长期归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合规和安全，在记忆之前先划定好边界，存储的时候就考虑清楚权限控制，谁有权利来读取这些信息，隐私保护、数据脱敏、地方的法规差异、不同国家的法律要求、版本生命周期的管理，什么时候进行删除，什么时候进行归档。这就像律师和我们在整理案件资料的时候，不会把每一个文件都塞到一个箱子里，而是先判断哪些值得保存，哪些要归档，哪些该丢弃，再把剩下的要保存的资料进行分门别类，写好标签，分别放到什么案情的文件夹、证据的文件夹、判例的文件夹、
夹、法律条文的文件夹等，只有在存储的时候存的结构有序，未来我们去找的时候才方便找。这一阶段看似只是打基础，却决定了后续整个记忆系统的质量。存什么、怎么存，决定了记忆质量的上限。不过你听完这个过程就知道，很多传统的图书馆啊、资料库啊、搜索引擎啊，它们的存储本身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有序、有选择的存储来进行的，所以很多相关的技术都可以拿过来应用在构造这一个 AI 的外挂记忆系统上。而随着大模型的引入，我们可以在这一层判断中加入全新的 AI 的智能过滤，包括 AI 进行摘要，让存储并不只是存档，而是存储的是有判断的记忆信息。这一部分后面我们会再详细阐述。选择存什么和怎么存之后，接下来第二个环节就是用的时候我要找什么信息。我们需要根据当前的场景决定去找哪一类信息。和用户交流的时候， AI 需要根据当前交流的这一个信息内容判断我要查哪一部分内容。如果客户问劳动争议案件的加班费举证，那就应该去查劳动争议加举证责任相关的判例。如果客户问的是为什么我女朋友今天不来接我，那就应该查最近用户和女朋友的聊天记录、感情的情况、女友对于接送的这个看法，既往有没有关于接送上的一些约定，从而能给出答案。这一部分判断到底要去找什么，它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决定了我们要去外挂的知识系统哪一部分去翻。如果方向选错了，你再快的检索也没有意义。它需要综合当前所处场景去做一个模糊的判断。实践上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大模型加路由策略加元数据过滤来协同实现这个。那判断好要找什么之后，就进入到了第三个环节，快速精准的找到。从大的这个记忆系统中把要找的候选的内容给它挑出来，挑出来了之后进行排序，把一些有噪声的呀、根本无用的信息啊、重复的呀、相关度比较低的片段呢，都应该给它去掉，只返回来最有价值的内容。同时需要平衡好，不能漏掉关键信息，也不能塞一堆冗余的到上下文窗口中，因为刚刚说了，上下文窗口它是有限的。还是用律师的这个例子来类比，律师在档案库里面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几十份判例，但最后他只会留下3份跟当前案件相关性最强的，其他的都被舍弃掉。最相关的内容已经被找回来了之后，就进入了第4个环节，精准的注入，也就是找回来的内容要让 AI 看得懂、用得上。我们只选择最相关的片段，这一个片段决定放在上下文的哪一个部分，放在上下文窗口的前面、中间、后面，因为不同的位置会影响到最终大模型输出答案的权重。同时，如果内容太多，我们还需要进行压缩，只提取摘要信息，同时还需要明确的告诉 AI 要根据这个材料回答，并给出出处。这就像律师不会把几百页的这个判例原文都放在文书里，而是提炼出3到5个核心的论据，写在辩护状的这个关键位置，并注明依据案例1、案例2、案例3，你如果想查询详细的案例细节，去哪里找。这一个步骤就叫精准注入。总结下来就是外挂系统它有4个关键环节点：一个结构化存储，让信息可以长期有序的保存；第2个是判断要找什么，理解当前的场景，从而决定要寻找对当前场景有用的信息；第3个是快速精准的在这个外挂的记忆系统中把信息找到，通过召回、过滤、重排选取最有价值的片段；第4步就是精准的注入，把这个找到的信息合理编排到上下文的这个窗口中，确保模型看得懂、用得上。把有限的上下文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展为几乎无限的长期的记忆能力，它解决了大模型网络记忆不可修改和上下文记忆有限的这一个瓶颈，让 AI 真正从一次性的这个聊天窗口的问答工具升级为有积累、有历史、有长期交流价值的工作伙伴。这个就是当前大模型应用最前沿的记忆处理技术。你会发现 ChatGPT、Cloud 他们目前已经用上了这样的技术。那未来如果技术进一步突破，让聊天窗口或外挂记忆系统中沉淀下来真正有用的经验能够逐步转化为网络记忆，存储到大模型的这一个大脑中，更改它的参数，那么 AI 就能像人类一样把短期记忆固化为长期记忆。这个过程正好对应了人类大脑中的海马体负责处理短期记忆，然后把短期记忆进行巩固存储到大脑皮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一步骤真解决了，那就意味着模型不是只能调用外挂资料，而是真正的实现了在跟用户交流的时候持续存储，决定要记住什么，进行持续的学习。这个是技术上的一大创新，讲讲也会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具备无穷知识和计算能力的 AI 在拥有了持续学习的能力，那不就是天网？如果这个技术真的被创造出来，那有可能真正是天网诞生的瞬间。当然这条技术路径上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如何选择合适的内容去记忆，如何避免灾难性的遗忘，如何控制成本，如何确认安全性。一旦这些问题被攻克， AI 可能真正就变成天网。在后续内容中我们会详细来探索这些机制，包括怎么来构建这个 AI 系统。当前我们先来介绍目前在记忆系统中最主流的处理方式 Embedding 语义向量的这一个技术。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